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上个月，也就是5月份的时候呢，中国网信办又开始了一次清朗行动。这次清朗行动主要整治的目标是那些所谓的炫富博主。那什么叫做炫富呢？这个概念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总之，是以下列3个人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展示奢侈生活的互联网短视频博主，全面遭到了全网炸号。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海外的互联网用户对这3位所谓的炫富博主并不十分了解，叔就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First one， 王洪全兴，没错，您在照片里看到这位梳着中分长发的男子，长相酷似我国已故的一位著名喜剧小品演员高秀敏大姐。他们不但五官轮廓长得有一点点相似，而且他们拥有着共同的气质。就是他们身上和脸上散发着那种我国北方质朴的劳动妇女的那份亲切感，仿佛随时都会拍着你的肩膀说，大兄弟，回家婶子给你做碗面吃。第2位，薄公子。说实话，这薄公子是何许人也啊？我还是最近刚刚科普才知道的。他如果不倒台，我并不知道有这号人物。那么也许很多人会问了，不可能啊，如果你能刷到王洪全兴，那你也一定会不经意的刷到薄公子。我还真刷到过，但是由于他的穿着打扮和他这张长得很像麻将里面妖姬的脸，就让我迅速的把他划走了，就没有仔细看他分享的这些所谓的炫富内容。因为叔这个人啊，上网根本不看谁有钱没钱，我只看一个东西，就是脸。第3位，鲍鱼佳姐。坦白讲，我还真看过这位大姐的视频，因为这个大姐的穿着打扮在我心中可以堪称 old school， 我觉得挺有风范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她的发型。她的发型像蘑菇云一样，这种发型十分能够唤起我对童年往事的记忆。我记得啊，在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很多妈妈逢年过节就一定要在发廊排队盘发，盘完以后那个头发像一朵黑色的蘑菇云一样飘在空中，十分的壮丽。与前2个主要炫奢侈品的 gay 不同，鲍鱼佳姐炫富的赛道在美食赛道。我对美食啊不甚了解，总之鲍鱼佳姐做的每一顿饭都让你想到4个大字，满汉全席。直到鲍鱼佳姐被全网封杀以后，才有网友扒出来的资料说她今年年仅30岁。哎呦，那说到这儿我就不信了。我觉得人在互联网上混呢，做点假信息，虚荣也是可以理解的。你瞒个1岁、2岁、3岁、5岁，哪怕10岁以内，我都能够理解，我觉得 no problem。但是如果鲍鱼佳姐今年只有30岁的话，那我严重怀疑她的年龄已经隐瞒了，有30岁。我就有理由怀疑你的人设可能也不那么的真实。在这3个人里面呢，最有知名度的就属第1位王洪全兴，他算是这里面比较破圈层的，也是争议性极大的一位。坦白讲呢，我是大概2-3年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的。我为什么会知道他呢？是因为有很多我身边的人同时也是做互联网自媒体博主的，就像我推荐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王洪全兴，我就搜了一下，我说这人长得这个也不应该是我看的东西，你干嘛推荐给我呢？他说你仔细看看，你看看他的翡翠，你看看他的爱马仕包包，你看看他的直播，相当奢华。我就看了1次，坦白讲我不反感这个人，但是我也完全甚至是从来不相信他所谓的富豪人设。我给大家说几个我的观察角度，这几个观察角度并不是为了扒皮谁，而是希望电脑前的您以后待人接物、察言观色的时候，也能多维度式的、立体式的去看待一个人，以免自己有一天被骗。第1点，就是他在网上的公开资料说他是1993年12月份在唐山出生，现在的户籍所在地仍然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然后他最终的毕业学历呢是中专。首先从这一点上就引发了我的怀疑。在这里叔要特别强调一下，我对于学历没有任何的歧视。
别说中专毕业了，就即便是小学毕业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成功人士。一个人的学历不能决定一个人最终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取的财富。但是1993年出生，我觉得是比较年轻的。如果你又不是白手起家，而是靠你的原生家庭所累积出来的这些老钱儿，那么请问你的原生家庭怎么能够允许自己的宝贝儿子最终的学历止步于中专呢？如果你是一个70后、80后，说从小就不爱读书，家里呢就说那你不如学学做生意，这我还能够理解。但是90后的富二代，您家庭条件如果那么的优渥，哪怕是您学习再不好，也得给你送到海外去，哪怕找个野鸡大学，也得把你塞进去，弄一个所谓的学历，然后再让你回国，给你安排点其他的事情做，对吗？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不太相信他是某某富豪家的孩子。关键是富豪家的孩子，官宦子弟，我是真认识不少。我觉得那些孩子呢，虽然人生追求各不相同，活的也是千姿百态，但是他们统统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十分的自信。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给了他们至少一个优秀的品质，就是自信。而在这个王洪全兴的脸上，我时时刻刻都能看到3个字：不自信。那么我不能因为这个不自信而断定他就没有钱，但是我至少可以断定为他并不是什么 old money。 第二点，爱马仕。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人非常沉迷爱马仕，从皇宫贵族到超级巨星到中国各大网红。但是怎么玩爱马仕，玩爱马仕的这个态度，使得我会对很多人的真实身价产生一些敏感的观察。比如说有一次我看王洪全兴直播，他把爱马仕呢在家中的客厅建了一面墙，然后摞得老高老高，然后打成柜子，那个柜子显然是专门为了爱马仕的 size 而专门打的格子，里面还布上了灯光。我当时还问我旁边的那个人，我说你让我看这视频，他是坐在一个二手店录的吗？他说不，这是他家。我说那什么人会把自己家里的客厅的一面墙全部打上隔断，然后打上灯光，展示自己的包包给大家看呢？大家冷静想一想，一个富豪家庭，那他家平时来的客人肯定也都是非富则贵呀。那这些尊贵的客人走到了您的家庭之后，一进了客厅，没有字画，没有古董，没有艺术品，而是映入眼帘一墙的包包，跟中古店似的。你说这帮客人到底是羡慕你呢，还是笑话你呢？爱马仕确实是很多有钱女人的玩具，但是把它都给裱上了，摆满客厅，专门给别人展览看，证明这些爱马仕就是我的实力，那我怎么感觉这么怪呢？这不是玩爱马仕啊，这是被爱马仕玩啊！因为你都不把它当成包使用，你把它们当成祖宗，放在玻璃柜里供上，就差给他们天天烧3根香了。可见爱马仕在你的心中和那如来佛祖、观音大士都是一个地位啊，你都得打板供上啊。把爱马仕当祖宗，你说这人他有钱还是没钱呢？第三点，他过往的履历上写得非常清楚，他曾经是一个演员。那做过演员，他演过什么呢？不知道。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了，他做演员的时候很不成功，他只是一个群众演员。这就让我更加的不懂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家子弟的梦想还就是当个演员，做个艺人。明明自己的脸蛋和身段并没有这个做艺人的条件，但是通过家里的核心资源硬要往这个娱乐圈里挤，比如说姚安娜小姐。但是一般这种富豪家庭
把孩子塞到娱乐圈通常有2个管道，一呢是实在是面子太大了，面子大到娱乐圈很多管戏的大制片大导演，你要用我家孩子就不能亏待了，至少得给一个数得上名号的角色，至于红不红随便吧。他也知道他家的孩子不会红，难道任正非不知道他的女儿红不了吗？难道孟晚舟不知道他妹子红不了吗？都知道，但是人家家庭啊，实在是什么都不缺，就是想陪着孩子玩玩，于是乎给自己几个相熟的人打打电话，也不要求上什么大戏，但是能上的戏就不许当群演。那么还有一种家庭，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没人买他的面子，但是呢，兜里的钱儿比较冲，家里的孩子也想当艺人，想红。那这样的家庭通常会给孩子投一个戏，投不了那种头部的大制作啊，但至少网大呀、网剧呀、竖屏剧呀，这种小成本的，投个1、2部，让孩子试试水，行你就继续在这行里干，不行你就回家干别的。这种我也见过，但是显然王洪全兴年轻时做演员连这种都没有做到，他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说白了就是个群演。第4点，形象气质。有钱人的生活它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这有人喜欢吃，有人喜欢穿，有人喜欢嫖，还有人喜欢赌。每个人有了钱以后，花的方向并不完全一样，只不过是穷人心里他有一个霸道总裁的蓝本，他认为有钱人都得这么活着，实际上有钱人各种各样的怪癖真的并不完全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他们的气质和言谈举止是自信的。那个自信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很反感、很讨厌，但并不至于 low 掉。而王洪全兴的举手投足都让你感觉到有点 low。尽管啊，他动不动就摆一个特别大的帝王绿翡翠挂脖子上啊，弄满手，但是你就是觉得很 low。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是他曾经比较清贫生活中累积出来的一些不自信与特有的一些民间气质，和他身上这些滴里当啷的昂贵物件不是很匹配。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财富它得在你身边停留的时间足够久的时候才能养出来贵气。这就好比一个田间地头的老农民，他今天买了个彩票，哐当中了2000万，他是有钱了，可是他的气质不会因为他中了彩票而更像商界巨子，您说对吧？第5点，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有了流量之后都要带货，这很正常，宇宙的尽头是带货嘛，至少在中国社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他带货的产品会让我感觉到莫名其妙，因为他带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属于高利润的产品。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些产品是大名牌，就是谁买它基本上都是那个价格，除非它是假货，如果它是真货，它就一定利润是非常非常非常微薄的，因为竞争太激烈了。那么还有一种产品是看起来很高档，但实际上大家也对这个东西不是十分了解。那么经过很多网红的一顿宣传之后呢，就会有他的粉丝为其买单。那这样的产品通常是利润率最高的产品。那么他主要卖的产品好像就是这一类的。很多质疑他富豪人设的人通常会从他直播带货这个角度来攻击他，说你那么有钱，你为什么还带货呢？那么对这个说法呢，反而是我最不能够苟同的。首先呢，带货没有罪。其次是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环境下，还真就没什么行当比名人带货来钱更快的事情。那么每个人都需要增加自己的财富，那增加自己财富最简单也是最低成本的事情就是直播带货。所以我们看见不止网红全星这种所谓的包装出来的富豪在带货，
你就即便是昔日的富豪向太家族，也是在吭哧瘪肚的带货，只是带的不太好而已。那么曾经辉煌过，后来跌入谷底的张兰、汪小菲母子，能够再次站起来翻身，也是靠直播带货。我们再看看今天的360的周鸿祎大叔，他现在也在孵化自己的网红人设，包括那个声名狼藉，但我个人还蛮欣赏的贾跃亭先生，他最近也在抖音发布了短视频，说要孵化自己的 IP 人设。那孵化什么呀？不就是为直播带货铺路吗？那么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都最终走上了直播带货这条路，它证明了2个问题：第一，直播带货真的很来钱儿；第二，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是真的都很难赚钱。再也没有人可以体体面面的坚守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把钱挣了的。如果个人想累积财富并且迅速，那您真的就得豁下来这张老脸，跑到直播间里去，一口一个家人们，一口一个亲人们。第6个，我不太相信他人设的点，是因为近2年他红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有了自己所谓的营销团队。那么这个营销团队呢，就经常会在网上散播一些不那么正规的风浪，其中有一种风浪就说他是红3代。当我看到很多营销号在那儿猜王洪全兴深不可测，他家里面可能是红3代，并且是小红书的股东，当我看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这人是个骗子。我之前对他还是半信半疑，但是自从他营销红3代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100%的是个骗子了。我也不止一次的告诉我身边那些崇拜他的信徒们，少看点他的视频吧，他离倒大霉不远了。我们都很清楚，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这10几年时间里面，所有的红2代可以说是抱头鼠窜，有一部分人已经被杀掉了，有一部分人留着一条小命待在秦城监狱里面，还有一部分人，我不动你，麻烦你和你的子女拿着钱给我滚出中国，平时别他妈回来。还哪有几个红色的家族子弟敢在网上兴风作浪啊？你要知道，中国的官宦子弟如果敢在网上嘚瑟那么一下，他不是自己账号的问题啊，他有可能把他老子的乌纱帽都给引爆。我们就用最笨的方法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真是一个红2代、红3代，在网上这么高调，而你的家族身份已经被人扒出来了，你早就吓尿了，你老子都拿机关枪突突你，你承受家族的压力都迫不得已必须把账号关掉，还能允许你继续嘚瑟吗？而且在今天中国这个互联网社会上，我的妈呀，那网友叫卧虎藏龙啊，谁又不是一个生活中的福尔摩斯呢？有什么样的背景是人扒不出来的呢？而王洪全兴2、3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营销这种所谓的人设，而网友们就是扒不出来他背后的家族到底是谁。很简单呀，他既不是什么红2代，也不是什么富商子弟，你当然扒不出来了。他爹是省委书记，你肯定能扒出来；他爹是潘石屹、任志强，你肯定能扒出来；他爹如果是长春的一个普通工人，那你当然扒不出来，你扒到下辈子你也扒不出来呀，因为没有啊。也只有没有真实身份的人才敢在网上营销所谓自己的身份背景，这不就是所有经典骗局里面一个重要的人设特征吗？而他敢营销这个身份，再结合他平时戴的那些首饰，我就在他身上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不仅仅是我熟悉，我相信是所有华人观众都非常熟悉的身影。不但是这些挂件，包括所呈现的这个空间、这个装修，以及这个新河湾小区的地理位置。狐仙姐姐，
我怎么感觉就是你呢？越看越像你。这些东西放在王洪全兴身上，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但如果放在你身上，没有人质疑。那这绝对都是您财富的冰山一角。一个93年的年轻人，在星河湾有7套房子。那北京是什么时候开始限购的呢？虽然说很多营销号和水军还在那叭叭的说什么啊，那可以用企业账户买呀。星河湾小区是70年产权的，企业能买吗？企业能买又能买多少呢？这指标是怎么来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房产的主人换一个名字，他是中国昔日的一位超级巨星，而且他非常的喜欢买房，在那个房产还不限购的年代，他动不动就1掷千金，喜欢哪个小区康康康就买上几套，那太像姐姐你的手笔了。而且通过别人的嘴来营销自己那深不可测的政商背景，这不都是您10几年前玩剩的吗？对于您来说，这都是雕虫小技。中共有理由把这些他看不顺眼的人都封杀掉，但是在您封杀之前，能不能先在他们身上找出个1、2、3来呀？他到底是违了哪条法了？他到底是进行了怎样的诈骗？麻烦你公示一下。就像你扳倒这位厉害的姐姐，你不也找出了她身上偷税漏税的点吗？从而才把她彻底打倒的。所以我认为网信办的这次清朗行动，站在很多网民的心态上来看，是有那么一点大快人心。但是站在更大的法理和人权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就是炫富它本来没有标准，它是真炫富还是假炫富，还是半真半假的炫富，那你总得进行一个调查呀。他就是一个穷人装富，那他也没犯罪呀，你也不能给人全网账号了啊。你说人家诈骗，那你麻烦得通过法律调查，然后进行一个社会公示啊。那这些东西都没有，仅仅是因为你想清朗，就把炫富的人都给炸了。那如果明天涌现出来一波人不炫富了，就是哭穷卖惨博同情，那是否也影响了你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呢？你也得通过清朗行动把这些卖惨哭穷的人都给封杀了呢？所以我认为这些炫富的网红固然有那么一点点的讨人厌，但是莫名其妙的让他们人间蒸发，这个比炫富可恐怖的多得多。我们沿着炫富这个主题去伸展出来第2个人性的思考，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社会，炫富的人是一代又一代的层出不穷，野火烧不尽，那春风是吹又生。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下沉市场，穷人特别喜欢看富人的生活，他们希望通过一些自己的意淫来满足自己对上流社会的一种窥探。于是很多人抓住了这种大众心理，就开始不停的疯狂的营销自己优渥富豪的人设。这些能够被中国网信办封杀的网红，是网上当下比较代表性的炫富人设。可是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的朋友圈里也有各种各样名气不大，不至于被封杀，但是也同样在每天炫富的人，对吗？我们来思考一下，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做？炫富就是不富装富嘛，对吧？如果他真的很富的话，大家也没人仇视他，对吧？那王思聪以前也是展示了不少名车名表，那也没人仇恨呢。那周鸿祎大叔最近也在抖音上卖自己的迈巴赫呢，也没人仇视他呀。那刘嘉玲、何超琼天天戴那珠宝比谁不珍贵呀，也没有人仇视啊，反而大家还很欣赏。关之琳小姐还把自己收藏的珠宝开了一场大型的拍卖会，个个价值连城。我们都是带着一种非常友善的学习的心态去欣赏他的宝贝，也没有人恨他呀。大家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虚假人设。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死命的非要搞这种虚假人设呢？
因为虚假人设可以骗人啊，它至少可以骗到一样东西，就是很多无知小白的信任。当你骗取了一个人信任以后，你从他身上再去割韭菜，那就变得容易得多得多。比如说00年代，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甚发达，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就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人，叫富二代。富二代这3个词今天听起来非常的土气啊，但是在那个年代是十分高大上的。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我还是混在北京，我见了太多所谓的富二代。这帮富二代呢，每个礼拜就把自己的跑车停在各种知名的夜店门口。有地下停车场，你为啥不停？你为啥费劲巴力的非得把那车停在夜店的门口？那夜店门口多挤呀，那交通都快瘫痪了，你往那儿停干嘛？不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看吗？那给别人看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自己有面子；第二是这帮富二代呀，去夜店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妹泡妞。那把妹泡妞通常啊，你不觉得给人康康的砸钱吗？他们还不想砸钱，他们想利用一种心态，就是我把我的跑车往门口一停，里面很多捞女就觉得说有钱、年轻，他家里特别富，我想跟他交朋友。而富二代们同时也就利用了这帮捞女的心态，你不想钓凯子吗？先跟我走近一下，我灌你几杯酒你也得喝，因为你想认识我们这种人呢。给你灌了个5迷3道之后，就开着我的跑车把你载回家或者载回酒店，然后就啪啪把你一顿睡。睡完了以后，你觉得是谈恋爱，结果这富二代消失了，再也找不着人了。有太多当时北京所谓的那些美女模特们，那悲惨的故事我都不愿意赘述。大多数人啊，就连最后打胎的钱都是自己出的。也有一些不忿的性格比较刚烈的女子，又找人儿，又作又闹，把对方给叫出来了，一顿盘问，发现对方就是个小逼崽子。那车呀，你到了车管局一查车证，名字都不是他的，有的人是他爸是他妈的，有的人都是借来的。这就是那个年代来冒充富二代可以获得的好处。到了短视频兴起的时代，以快手为主，兴起了一大波的草根网红。他们不能算是富二代，但是他们是真正的富一代，就是靠直播打赏靠 PK 的那帮人。那帮人有了钱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扭曲释放，因为受苦的日子太久了，这忽然有了钱之后，肯定得让别人看看呀。那怎么让别人看呢？就展示各种夸张的行为，现在看起来就跟行为艺术似的。组织什么家族，一个人直播后面站20个小弟，各种跳那种所谓的摇头舞，看起来羞耻尴尬，但是依然拦不住有各种下沉的群众对他们进行盲目的崇拜，因为他们确实励志。他们过去都是中国北方的一群二流子，没家庭没背景没学历没才华，一无所有，但是就是通过每天在快手上玩社会摇，愣是变成了亿万富豪，愣是买了兰博基尼，带上了 Rich Miller。那很多平民子弟看着他们之后当然亢奋了，因为他们能做的事自己也会呀，没准自己就是下一个他们当然励志了，他们当然受众群很广了。但是受众群广，你玩什么行为艺术都没问题。但所有一夜暴富的平民子弟，他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夙愿，就是他希望别人能够瞧得起他，更瞧得起他，他不愿意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有钱人。于是乎，他们很多人后面都犯了一个非常滑稽的低级错误，就是社会捐款玩公益。他们觉得自己现在有了钱了，再搞点公益，然后就把自己洗白白了，就登堂入室了，没准国家组织和这个社会就接纳他们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每一个人倒台都跟他们玩公益搞捐款相隔的时间非常短暂。为什么？因为在中共眼里，你们就是一群投机倒把的社会垃圾。
如果你在下沉社会里面捧着臭脚自嗨一下，我都不惜的搭理你，因为你实在是不算个咖，你不值得党对你动手。但是如果你臭不要脸的跑着玩公益捐款，你想到组织上来沽名钓誉，那你就真的是恶心我了。癞蛤蟆蹦鸟面上，您不咬人恶心人，我除了踩死你没有任何的办法。辛有志先生如果不是当年挣了很多钱把脑子给烧坏了，他就不会疯狂的捐款。他如果不疯狂的捐款，组织就不会给他带来那么多的磨难。那么王洪全兴也是犯了同样的一个毛病，搞公益给家乡代言，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善意的举动，但是你不要忘了，中共太聪明了，就是比你牛逼10000倍的江洋大盗沽名钓誉的时候，中共都能直接把他摁死。更何况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网红，挣了那么2吊钱，你还想往哪儿蹦的呀？你就是趴在你的直播间里闷头挣钱，把最后一个下单的顾客给收割了，这就完事儿了。如果你有一丝丝的野心，想蹦得出你的那个网红圈，我告诉你，你就离死不远了。20年以后，到了小红书兴起的时代，中国又开始流行营销这种 old money 的人设了，出现了一大堆的公子名媛，大家不流行营销白手起家了，大家营销什么？老钱风。什么叫老钱风？就是打出生就有钱，家里几代都有钱，就是我不但有钱，而且我的血统和家世十分的高贵，我是个贵族的公主，贵族的公子哥。可是我们都知道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只有70年的时间，往上数最多也只能数到你爷爷那辈儿上去，而改革开放只有40年的时间，你有家里再欧的也只能欧得到你爹的那个辈儿上去，因为改革开放的时间它就这么短，所以中国怎么可能有 old money 呢？你就是今天中国福布斯排行榜前10名的那些巨富，那他也不是 old money 呀，因为 old money 在三反五反，在土改，在文革中都被人肉毁灭了。你所有现在能看到的有钱人都是近20年发的财，那么到底谁是 old money 呢？但是小孩子们不知道这个底层逻辑，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很多网上的所谓反贼博主提出来中国的经济正在下滑，提醒大家未来要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时候，骂你的人通常都是小粉红。因为小粉红他年纪小，而且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中国的下沉市场，下沉市场所能看见的东西和上面是有严重的信息差的，因为他们完全活在2个不同的信息茧房里面。你如果今天走到北上广深去采访很多曾经业绩不错的企业主，他们只会给你一个统一的答案：难，真的太难了。而如果你走到中国3、4、5线的小城镇去采访一个当地的学生青年，那祖国形势可是一片大好啊，美帝亡我之心那叫一个不死啊。中国有钱人太多了，外国人早就落后了，怎么和我巍巍中华的财力相提并论呢？他们那个信息茧房就是能够看见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于是乎在网上每一个炫富的博主都能引起他们高度的注意，甚至是膜拜。有了这份关注之后，是否就虏获了下沉市场上庞大族群的信赖？有信赖之后，你卖给他什么？你不挣钱呢？你就是把富人的大便装到瓶子里面，告诉这孩子这是皇家面霜，他也敢往脸上抹呀。因为对于他们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通过互联网能跨越阶级，能和不同阶级的人发生一点点的交集。哪怕他变不成富豪，他买一点点富豪带的货，他也觉得我跟你有了相似之处，至少我们都用同一瓶大便来擦脸。那么这个逻辑
就完美的解释了刚刚我们列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昔日巨显赫的富商巨贾，今天纷纷走到了直播间去卖9块9的产品。时代已经变了，他们昔日的虚名在上流社会已经行不通了，不能再为他们拿来任何一个赚钱的新项目了，他们只能下沉。因为他们的虚名在下沉市场还是一个金字招牌。曾经有无数人问过我，叔，他们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赚穷人的钱呢？那他们这不废话吗？所有有钱人都是赚穷人的钱呢。那不赚穷人的钱，你赚谁的钱呢？你割富人的韭菜，可是割富人的韭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呀，谁能抢他的专利呢？而且关键是你也割不了富人的韭菜呀，富人的智商都很高，他根本不允许同类割自己的韭菜。共产党割他的韭菜是拿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割，你有吗？你没有啊，很悲哀。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每一个年轻人都梦想去当网红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任何一个赛道的成功人士，各行各业最终的归宿都是网红直播间。你让年轻的孩子看到了这样一个人生的宿命结果，你还指望他们勤学苦读吗？你还指望他们为社会做什么别的贡献吗？那是谁把中国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盲目的拜金和成功学。成功是什么？其实成功有10000多种概念，我的理解是，谁能够通过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成本达到快乐，他就已经成功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成功首先要变得很有钱。那有多少钱算有钱呢？没有答案。有钱的标准就是你的收入要比别人多，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收入的差距去随时把别人踩在脚下，这就完成了父母说的你要做人上人。一个人人都追求做人上人的国度，你觉得想推行人人平等，想推行民主政策，何其难也呀！再就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那些大干快上的高科技产业，最终发展到社会的一定阶段的时候，形成的全是无死角的弊端。它把各行各业全部碾碎了，甚至早已经不复存在，而剩下的人还活着，大家干嘛呢？大家只能看一看还有哪些人在继续赚钱。打开手机一搜，无一例外全都在互联网上趴着呢。所以广大的青少年孩子们，他们不愿意读书，他们认为考学考公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亲眼所见，一个网红因为一个段子火了，就可以赚很多人几辈子都赚不来的钱。他们也想这样子不劳而获，他们有错吗？有一个每天都在炫富的国家，有一个每天都在拿着经济政策威胁其他国家的政党，就会有无数炫富的国民。你清朗了这一批，还会有下一批，因为本质上这就是上行下效。